Hello，大家好，我是谭丽人，欢迎来到我新一期的播客节目。大家新的一年还好吗？我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密集的去了一些地方旅行，然后回了老家，在上海又待了一段时间，参加了小宇宙的线下的播客盛典。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还是有挺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包括地理位置的变化，然后感受到故地重游时人在心境上的变化。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有些东西好像变得宽阔了。我之前出书的时候，然后会写一些寄语，把书送给朋友。我很喜欢写的一句话就是：祝我们的人生路都越走越宽阔，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喜欢自己。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选题的原因。我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要站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之外，你才能看出它的变化，它的波动曲线，你才能看到原来自己走了这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这里。而未来会去哪儿呢？挺令人期待的，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在路上了。前几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一条视频，一个人站在纽约的城市高楼的天台上，然后他的手机镜头缓缓地扫过脚下璀璨的有点不真实的傍晚的夜景，然后镜头慢慢地从下往上移，天空中还有几丝晚霞，纽约华灯初上，曼哈顿的写字楼里像发光的积木，一块一块的，脚下是川流不息的车灯画出金色的线条。他的配文写的是：亲爱的初中班主任，我现在站在世界中心，你看到了吗？然后背景音乐是那一首 New Yor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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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很多人拍纽约都会配这个音乐，就听起来让人特别的振奋。尤其是当你去到天台俯瞰整座城市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幻觉，是你把所有的繁华踩在了脚下。这也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我也曾经因为想要证明自己而去到了远方。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要拼命的逃离，想要去到很远的地方，想要站到很高的高处，想要向那些曾经看轻我、否定我，甚至伤害过我的人证明：你看，我走到了你到不了的高度。我曾经把很多的力气都花在了证明上，我也曾经把很多的力气都花在了思维反刍上。我会反复的回到那个场景，那种证明的渴望，它就像一团火，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驱动着我向前跑。另外一方面，它也的确像一团火，一直灼烧着我。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当我真的去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我回头看却发现，最初你想要证明给那些人看，那些人那些事，等有一天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你发现只有模糊的一片在来时的远处。那些人的背影，他们的话语都已经渐渐的远离了。那一瞬间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抵达不是终于被谁看见了，而是你终于发现你早就已经不需要他们看见了。其实我也是在最近才真的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就是走了很远的路，有一天你会明白那一切都只是你的助力，所有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人和事都是为了成就你。当你再回头，那些人和事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于是也就是时候放下了。他们曾经在你的世界里占很大很大的位置，是因为你的世界当时还太小。可是当你的世界被打开，当你拥有了新的城市、新的视角、新的选择、新的同行者，你就会恍然大悟，痛苦它不会立刻变小，可是承载着痛苦的你可以变得更大。希望我们有一天，所有的挫折也好，困难也好，最终都让他们成为你故事里的一个注脚，而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脉络。它的确是没有消失，但是那些事情或者是那些人对你而言，它不再具有定义你的力量。这不是原谅，也不是算了，这是一种因为走远了而自然发生的一种视角切换。你站的地方不一样了，你看见的风景不一样了，你心里的世界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聊聊的主题：世界越大，事就越小。我最近也是深刻的、频繁的想到这句话，我觉得它几乎是解决一切困境的办法。我们要做的可能不是去把眼前那个困扰你的事情努力的解决，或者是想办法把它消除，或者是变小，而是让那个世界越来越大，让那个承载它、容纳它的世界越来越大。我想和你探讨的世界有两种。第一种是地理上的世界，
可能是离开熟悉的家乡，去陌生的城市，甚至是陌生的国度。我觉得人像植物，它是需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壤，所以不管是旅行、迁徙，不是逃离，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松开那些身上被贴得太久的标签，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以重新回答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谁。第二种我想探讨的世界是精神上的世界，它或许更关键，也更难构建。我们很多人，包括曾经的我，都活在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小城里，我们的喜怒哀乐被眼前的一份工作、3-5个人际关系、2点一线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别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纠结很久很久，面对一点小的挫折，我们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到，觉得我是不是整个人都失败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太小了，小到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都会放大成好像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所以打破这种困局，我们需要去阅读、去思考、去接触截然不同的思想，去培养那些看似无用的热爱，去认识那些可以照亮你而不是消耗你的朋友。你要亲手在你的生命里栽下更多的树，建造更多的支柱。你需要在心里长出多一点的支点，让你的人生不只靠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某一种评价体系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总结来说，我今天想要展开跟你们聊的就是如何用地理与精神的拓宽为自己的人生去扩容。希望我们都能拥有那种能力，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用不断拓宽的世界去稀释具体的痛苦，用越来越多的生命支点去承接住每一个可能下坠的自己。我想那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就是为什么当你的世界很小的时候，一件小事、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把你压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素也很准确的道理，就是问题有多大，往往取决于它占据了你生活的比例是多少。小朋友会因为没有吃到冰淇淋而哭，小学生会因为忘了戴红领巾就觉得天塌了。因为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就是当时的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其实我们长大后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世界收缩到只剩下一样东西，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变得格外的敏感，它轻轻的晃一下，你就会整个人整个世界都会跟着晃。你会开始过度解读，你也会花很多不必要的心力去反复的面对这些其实有可能你日后看起来觉得根本就是什么嘛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它会浪费你大量的心力和时间，甚至我们会开始把一个小的波动误认为是命运。所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说，就是你可以把痛苦想成一个数字，分子是这个痛苦的本身，分母是你的世界。很简单，就是分子不变，分母越大，所以它的值就会越小。在绝对的宏大面前，所有的心事都会自动的缩小比例。这也是一个心理学里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被小的事情困住，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有多严重，而是因为我们会陷入某一种窄化。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像隧道一样，就是你只能看见远处那一个点，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是唯一的出口。你越想走出去，你就越盯着它，你越盯着它，它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实，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但是你越想把它想清楚，你就越想不清楚。碰到一些困境、一些挫折、一些泥沼的时候，你越想把自己拽出来，你就越拽不出来，因为你会一直在同一个半径里面打转。所以我现在也会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是，当我感觉被困住的时候，我优先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解决，而是去扩容。先把你的视角跟这个问题拉开一点距离，距离一出现，视角才会出现，视角一出现，出口就会浮现。接下来我想用2种方式来讲一讲怎么扩容。首先我想从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变大开始。我也去过纽约，我也看过华灯初上的纽约夜景，我也被不夜城的繁华和丰富所吸引，但那已经是后来好几年之后的事了。其实我自己第一次真正的被世界的尺度冲击到，并不是纽约，而是香港。在我出国前，我是在深圳生活了3年，深圳离香港就是一个关口的距离。
我那个时候一直想要深圳的户口，就是因为当时深圳户口是可以无限次的过香港的，所以当时花了很多的力气，把我的户口从我的江西老家迁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我经常跑香港，我很喜欢逛诚品书店，然后去买一些香港甚至是国外出版的独立杂志，然后喜欢去逛一些文创啊艺术的东西。我最近看到一句话，他说人既要被繁华震撼过，又要被质朴感动过，这两种体会之间丈量着一个生命能够拥有的宽度。当时的我很爱跑香港，就是因为那里有一种我没有见识过的繁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的丽兹卡尔顿酒吧喝酒，那个酒吧好像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酒吧，在100多层，真的很高，但是电梯上去呢又非常的快，它给你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因为当时我的家乡还没有很多的高楼，所以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它是稀缺的，所以我当时很喜欢往高的地方去，包括后来去纽约、去东京、去迪拜，我去了很多足以称为繁华的城市。后来我也向往另外一种生活，我也去过尼泊尔、非洲的肯尼亚、朗勃拉邦这些比较粗粝、比较质朴的地方。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一些旅行的想法的时候，他还说挺佩服我的，就是有时候觉得我好像很娇气，就是喜欢享受一些有品质的生活，但是呢，我也很能去一些所谓别人觉得很艰苦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那么便利性、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我也很乐在其中，我也很爱去体验、去探索。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自己的一种状态是，你住过5星级酒店，也住过青旅，吃过米其林大餐，也爱吃路边摊。一个人见过繁华，也见过质朴，他才会知道原来生活有这么多版本，你不必困在某一种选择里，这其中的弹性就在某种程度的塑造了你。在我的20岁出头，几乎没有存下什么钱来，我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旅行，最大的一笔钱花在了留学上。但是冥冥之中，我非常感谢当时的自己这种做事的方式，因为如果当时的我没有去经历那一些，而是存下了10万、20万块钱给现在的我，这不是就是钱是在贬值的，可是你的经历、你的体验，它是会在你未来的人生里不断的给你养分、给你回馈的东西。旅行带给我最初也是最大的震撼，就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样本。有一句话说，人无法活成他没有见过的样子。我也是在年轻时的旅行中会频频的发出感慨啊，原来人是可以这样子活的。就比如说我曾经以为辞职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辞职就是所有人都反对，然后我妈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你需要很大的自我坚定，你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当时 gap year 的时候，我一到西藏，我一到拉萨，天哪，这路上的遇见的人，不是辞职的，就是失恋的，就大家都从一个生活里的一个小样本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大样本。然后当我再去丽江、去大理，天哪，也是不是辞职的，就是失恋的。我记得在夜晚的民谣酒吧里，我被弹吉他的人唱歌感动，然后他也是在某个地方辞职了，然后去丽江当了一个酒吧驻唱的歌手。他唱的歌也很小众，就是我能想象到他在他原本的城市里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可是他来到了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听他唱歌，有这么多人跟他产生了共鸣，在那样的一个夜晚，然后包括坐在你身边的人，包括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你会被一种遥远的相似性吸引。这种遥远的相似性可能都是一些在原本的生活环境里难以融入，或者是充满挣扎的人，靠自己迁移、旅行、探索，然后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汇聚，然后可能经历过这个夜晚，又会再次四散在天涯。但我觉得这一路一定是不虚此行的，因为在我长大的小城里啊，生活有一套默认的安全的脚本，但是在远方，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版本。我觉得地理上的移动，它最直接给你的不是你苦苦寻求的那个答案，而是选项。
它告诉你生命本来就是丰盛的，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我常常觉得我渴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因为陌生的街道好像就是一个最好的镜子，它照见那个在标签之下从未被审视过的我自己。我觉得以前的我生活里就是这些成绩名次，然后你要有出息，你要过体面的生活，你要有稳定的工作，你要结婚生子，这就是一套小城市的人默默遵从的一种排序。当你在那个环境里，当你离开那一套排序，你就会失去坐标。可是当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可能没什么坐标吧，人生就是旷野，而且人生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我可以全选，我也可以全部选，这就是你走出去之后，你看见过很多的生活样本之后，你看见很多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都活得很精彩，很活出自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生这道选择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剥离和彰显的过程。我以前觉得旅行就好像在不同的地方捡自己的碎片，一点一点去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发现一些我完全没有见过的我自己。这个我自己是跟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跟萍水相逢的人碰撞而产生的。它就像玩游戏，你要去到一个新的地图里，你才能得到一些新的装备。我常常在陌生的城市和初次相遇的人会胡乱的介绍我自己，我甚至给我自己取过好多不同的英文名。我记得以前在斯里兰卡支教的时候，就是我要出国之前 gap year 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叫 Eric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在一个斯里兰卡的应该是相当于我们小学1、2、3年级的一个学校里，然后那些小朋友跟我们以前上学是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然后跑来跑去，然后上课也是非常的活泼，上课就好像大家围在一圈做游戏一样。有一个小朋友特别的外放，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带了一把铅笔，他就很高兴的给我看，在我面前晃，他说这把铅笔我要送给我喜欢的人。小朋友好会表达喜欢，然后毫不吝啬的去展现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我是一个情感非常压抑的人，可能是因为某种规训，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约束也好，我不是那种特别容易表达我心里的感情，尤其是面对面的那种。然后他就拿着那一把铅笔，在班里给了几个他的同学，一根一根的亲手的交给他。我就看见那些小朋友，就会想说，哇，他们好童真。然后当我还沉浸在这个可爱的画面的时候，他就又跑到我身边来，递了一支铅笔给我。他就看着我的眼睛，他说 I love you, Eric。 然后我就简直就是要融化了。在我的生活里好像没有人说爱，父母也不太说，就别说老师，就更不会说了，同学之间也不会说。我觉得爱这个字对我来说就有点陌生，然后他又用英文说，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可以治愈我未来的人生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刻。然后我就欣然的接下了，然后我就结结巴巴的跟他说 I love you too。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或者是第一次回答这句话。很多年之后，这些小朋友也再也没有见过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但是我经常记得那么一个瞬间，你被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爱过，表达过爱过。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有一个漂洋过海来的中国人，我那个时候是特别拘谨的样子。你知道斯里兰卡是夏天，热得半死，但是我常常都会穿一件长袖的衬衣因为我很讨厌手臂晒太阳，然后我又很喜欢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然后我就在想 Eric 这个名字，他一定是以这种方式记住我，哪怕后来我不叫这个名字了，始终有一段关于 Eric 的记忆永远的属于他。我觉得也很浪漫的一点是 Eric 离开了那个环境，他就不再是那个 Eric 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可以是很多样的，我们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一个地图，我们也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一个角色，我们也可以把一个旧的角色就留在旧的地图，都没关系。人生就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在我们
有手有脚，还能用眼睛看，用心去感受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的解锁更多这种人生的奇遇吧。在我旧有的城市里，我一直会有一些标签，就是可能是老好人，可能是这个人比较温和，可能是这个人比较可靠，可能是这个人慢热，比较不温不火。然后当我脱离了那个环境，脱离了老实人，脱离了好学生的期待，原来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原来我是一个爱胡说八道的人，原来我是一个心里有些浪漫的人，原来我是一个情感浓度也很强的人。这些都是我边走才边发现的。我觉得这就是地理扩容带来的第一重礼物，重新定义自我的可能。虽然这样的扩容它必然伴随着不适，甚至是痛苦，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壁垒、孤独感，甚至跟一些交心过的人最后又要离别，这些都是世界变大以后你必须去面对的一些新的分子。但恰恰是处理这些新的具体的挑战的过程，它让旧的痛苦开始变小，它让新的自我得以安放。我记得我之前看好像是圆桌派吧，周轶君说世界观的匮乏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我记得我当时高3要去读大学，然后艺考阴差阳错报志愿，我要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我甚至都不知道珠海是哪儿。我是在江西嘛，然后离湖南比较近，所以我只知道株洲，然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珠海，然后珠海这个地方是在广东。就这么一件小事，它就慢慢的拓宽了我的地理观，它一定不是一个一步登天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行万里路很重要，因为你看的越多，你就会越包容。很多时候我在我的老家没有感受到包容，就是因为身边的那些人他其实也并没有看过大千的世界。我回头想，我并不怪他们，我觉得它就是人的环境和当时的眼界所造成的。当你看过世界的多样性，你就越能理解和包容不一样的人。然后只有我们自己真正的走过、经历过，然后再把经历变成阅历，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我以前非常的喜欢三毛，就是因为读他的书的时候，他打开了我一个看世界的窗口。我一直都记得他笔下的撒哈拉沙漠。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去了，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住在撒哈拉沙漠里搭起的帐篷里，然后晚上帐篷里很热，我们就都把床垫搬到帐篷外面，直接垫在无垠的沙漠里睡觉。天上就是满天的繁星，那种真正的震撼它是无声的，流过你心底，然后带给你久久回味的。当时带给我最大的震撼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学地理，人家跟你说地球是圆的，你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走在地上，地不就是平的吗？但是我到了那个地方，你不仅你的头顶上是星空，你的前面、你的后面、你的左边、你的右边，整个天空它是呈一个圆弧形，笼罩着地面，然后地上就是无垠的沙地。晚上的风变得很温柔，它轻轻地吹起沙子，沙漠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粗粝或者是残酷，它渐渐的安静下来，气温也变得很温和，天空看起来离地面好近哦。当我躺在沙漠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罩子轻轻地笼罩着我，然后你读过的书也在这一刻相连，我会想到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我也会想到小王子的故事，就是有很多不存在逻辑的东西，但是它被浪漫的相连在了一起。就比如说后来我去冰岛，看到蓝色的冰川，当我又知道其实你肉眼看见的只是10%的冰川，90%的冰川它都沉没在海底，它是如此的安静，如此的凝固。当时我就想，我好想做一个像山川一样的人。你拥有很大量的储备，你拥有很多的知识也好，你拥有很多的阅历也好，但是你90%都沉积在海面，剩下没有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它可能就变成了你的气质。我记得当时在冰岛寂静的冰川面前，它的蓝色是充满纹理的蓝色，好像一块块的大理石一样。然后你想象它是经过千年才会凝结成的冰川，站在它的面前，你所有的烦恼它都会消散成一口喝出去的白气，它最终都会散到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那一刻并不是痛苦本身变轻了，而是承载它的你变重了，变辽阔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地理扩容带来的第二重的礼物，它为你提供了稀释痛苦的物理空间和认知尺度。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我是在做乘务员，那个时候在空中工作，我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就在几万米的高空上，然后从那个视角里，我看过无数的云朵、山峦、蜿蜒的公路，然后从高处看城市的房子就很像玩具一样。我那个时候常常会想起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一切都存在于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上。对啊，你把自己放大到一个很大的尺度来看，人就是一粒尘埃啊。当你把自己置于这样宏大的参照系里，你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谦卑，继而是一种惊人的释然，然后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所以以前我发小红书的时候，我有分享过一些纪录片，然后那篇帖子也有好几万赞。我发现这个方法其实挺有用的，就是当我生活困顿、陷入瓶颈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些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关于宇宙的纪录片。你会发现在宇宙面前，人算什么？然后在这个广袤的星球里，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物种。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动物，那么多种的植物，那么多种的微生物，我们只是千万种的生物里的渺小的一种。但是有时候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把人的烦恼看得太大了。你说今天老板骂你一句，明天那个人说了一句有点冒犯的话，后天又是一件什么事情，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你放在这些尺度上来看，它真的就是沧海一粟。所以说，为什么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在他的视角来看，你想的那些事情，就跟我们现在去看一个小学生因为忘了戴红领巾而在校门口大哭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那个小朋友？你会如何温柔的安慰他？那你就如何去温柔的安慰你自己。当然这个过程中地理上的扩容也有一个更大的版本，就是去寻找适合你的土壤。这一种相比于短时间的旅行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迁徙式的寻找。我自己就是一个小镇走出来的青年，我现在讲话你们可能听不出有什么口音，但是当时我高三的时候第一次去上海艺考，然后我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那边上艺考的培训课，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笑话我的普通话，然后他们会学我讲话，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们笑，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反应。当时的那个环境其实也是挺痛苦的，尤其是我那个时候艺考就是学表演嘛，其他人普通话又很标准，然后每个人都长得很标准，长得很标致了，不是很标准，大家都很自信，因为学艺考的人家里还是挺有钱的，尤其是在上海的一些考生，他们还会给老师送礼啊什么的，偷偷的说反正就是你会觉得他有很大的背后的支持，包括他的成长环境，他有很大的自信。可是当时的我只身一个人去，你身上是一件脱不掉的外衣，是你不管今天去穿跟他们多么相像的衣服，你始终就是一个外来人。你的口音、你的谈吐、你的不自在的神情，就是会不停的出卖你。但是我觉得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必然受到的一个冲击，就是你会发现以前带给你安全感的东西没有了，以前在你的环境里稀松平常的一些事情，它会突然的暴露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它一定是带有阵痛的，所有的成长都一定带有痛，这就是你必须付出的。因为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我非常不喜欢我们老家的那种熟人的社会，我不喜欢那种2点一线的生活半径，所以我辗转多地就是为了找到一片真正适合我的土壤。我很喜欢土壤这个词，是因为它意味着问题不是出在你不够好，它可能是出在环境不适配。同一颗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它长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并不是没有天赋，而是他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他展现天赋的地方。有的人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他努力的方向可能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方向，而是那个环境觉得是对的，是好的方向。所以当你在一个地方长期感到格格不入，长期甚至是感到窒息感，长期感到被误解，有时候最温柔也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停留在原地去反复的证明自己，而是努力的去到一个新的平台，去一个新的场域，让你的生命力被允许，被展现。如果你足够的珍视自己，请你一定要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像我这种高敏感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环境对我们这种高敏感的人太重要了。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是说高敏感的人为什么不喜欢大部分的人，因为高敏感的人可以很容易的察觉到别人微妙的恶意，有一些小事别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会干扰到我，刺痛到我。就比如说我最近回国吧，上次回来也就1年前，但是这种地理的变化还是会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我当时从伦敦飞到长沙，然后就直接坐高铁回老家了，在老家待了2周。以前你一直在生活在那里，有些事情你不会觉得它是问题，但是当你再回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很难再回到那个地方生活。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会发现街上吐痰的人非常的多，然后你会经常听见别人轻弹的声音，就是那种的声音，然后我就会涌起一股烦躁，我就觉得搞得我很毛躁。然后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去一个面包店，面包店的店员就戴那种耳麦，我看好像我来上海，上海店员不会这样做，但是我当时回老家，他们就是戴那种耳麦，然后身上别一个那个扩音器。我在那自己看，他们就会开始逼近我，然后用那个耳麦讲话，那个声音，那个音响也不是很好的音响，就是它的，然后它的音质就会很噪很吵，就是说啊，可以随便看一看，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就觉得好聒噪啊。然后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就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店员，他就坐在健身房的正中间开抖音在那直播，然后我们所有的后面的器械后面的人就是他的背景，当然他自己是坐在前面，所以后面并不是所有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但是就是你就会觉得被干扰，然后我都不敢去他近的地方的器械链，我就总会觉得我会被拍到或者是怎么样。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你不会被拍到，而且你被拍到又怎么样，你在那里面那么小，然后别人又不会看见，怎么，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介意的东西只有你知道。然后包括我完了，一吐槽停不下来了。前2周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外地的朋友，约在一个终点想要见一面，然后我们就去了南京。我很多很多年没有去过南京了，上一次去可能还是艺考的时候，去考了一下南艺吧。然后我们这一次去玩呢，我就想去一个当地还蛮有名的书店的，我就不说名字了。我记得当时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打车去那个书店，一到门口车停下来，我就觉得不妙，门口挤满了在拍照的人。我就想说，哎，这是那家书店吗？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啊，对，到了。然后我就下车，下车门口全部都是人，我就跟我朋友就开始要往里走嘛，就有2个人从人群里窜出来，就一直想要往我们手里发东西，然后我们就说不要不要，我们就一直往前走，然后他就会一直跟上来，然后就说啊，不要钱的，送给你们。我们2个人都随手接过了他，然后我就边走边瞄了一眼，他是可能一张南京的明信片，一张书店的明信片，然后还有一张什么没看清。然后我们就继续往里走，那2个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就是这一切就发生的很快，就那么几秒钟吧。那2个人就说，他说能不能耽误你们1分钟，帮我们写个好评，因为我们就一直在走嘛。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赶时间。他就说那你还给我们，你就然后我就愣住了，我想说啊，还能这样啊？然后我跟我朋友就相视了一眼，当然就还给他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就不是很想要。那个人就接过来，然后就不爽就走了，就去找另外其他人了。他的表情是那种没有表情的麻木冷漠，然后再完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就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没有什么，你还给他不就是了吗？你不要你不写，这就是就结束了。但是我想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个过程里，我就觉得我的血槽已经掉了一半，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我就想说还能这样啊？就是首先是我没有想到一个书店会这么功利，我都还没有进去，我都还没有体验，你就让我写好评，然后我就因为你这2张明信片写好评。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就觉得这一切就是很费解。然后我就开始往书店走，书店有一个短短的下坡，整个坡上全是拍照的人，就书店立了块牌子说禁止闪光灯拍照，但是很多人是一个手机拍照，另外一个手机会开那个手电筒来打光。我在里面转了一圈，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走吧，然后我朋友还说哎，不要被影响心情。我说没有影响心情，然后我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吧。我一直觉得开书店是一个还挺理想主义的事情，然后我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环境开书店可能也是被迫的，它就是需要去跟流量绑定，要去跟
一些网站上的好评绑定等等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种状况，我纯粹的不喜欢。我的策略就是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在处理很多事情上，我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就是我承认我弱可以吧，我承认我身弱，我承认我矫情，我承认我有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点，那我走还不行吗？所以我觉得寻找土壤也好，寻找同温层也好，寻找你的知识系统也好，寻找理解你的人也好，寻找你认同的生活方式也好，它都是在寻找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很相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跟谁在一起，你跟谁并肩同行，你跟谁去旅行，你跟谁一起工作，甚至是你的伴侣、你的朋友，都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之前发了一篇小红书，我的标题是离开伦敦才明白，环境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其实我要说的并不是伦敦，我想说的只是你需要把自己放进一个滋养你的环境里，这个环境可以是你为自己设计的生活系统，它未必是需要是一个城市。我说近期最大的感受是，环境才是人生真正的奢侈品，它不是一笔消费，而是一种长期供养，供养你的注意力、情绪、审美和生命力。然后关于离开旧环境去新的环境，我还看过一段很是慰藉的话，我也想送给你，让你少去跟过去纠缠。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朋友，尽量减少和过去的磁场交集，那里已经没有你需要的了，你已经踏上了一段新的旅途，旧的人旧的事都已经开始幻灭，就像花瓣已经掉入土壤，因缘和合下一切归零，过去的因果已经完成，它的意义已经体现，那片花瓣回归大地，进入了下一次的轮回，所有的事都该翻篇了，你已经迈进了新的人生课题，有一些新的事情在等着你，你将会走向新的方向，新的旅程。去年做播客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旅程。启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走得那么快，走得那么远。就在前几天的小宇宙播客大赏上，我们的节目拿到了年度趋势内容奖，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也录了一个开箱视频，跟大家分享我的奖牌，然后当时拿了很多伴手礼。是期待了很久，就是做自媒体得到的一个认可吧，这也是我做自媒体得到的第一个奖。但是很真实的情况就是，在我要去的前2天，我都狠狠的失眠了，因为我的冒充者综合症又出现了。我的这种感受常常会在我受到表扬的时候出现。我碰到同行的主播，大家就是会互相的介绍自己，然后碰到一个主播，他就会说，我是做财经内容的，你是做什么内容的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和技能，甚至是很好的可以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常常会面临到这个难题，就是我很难解释我在做什么，就会支支吾吾的说，我做的可能是自我成长的内容吧。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一个什么技能，所以我每次说的时候都挺心虚的。我不知道我会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称呼它。那天到了会场，真的就是星光熠熠，看到了鲁豫老师刘琴老师姜思达、李静、戴军，还有一些其他的播客主。因为大家都是做播客的主播，大家的表达能力都很强，临场的能力，然后社交的能力其实都很强。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竟然会结巴，我好羡慕别人的幽默，羡慕别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羡慕别人那种沟通然后落落大方的感觉。我还偷听到别人说，因为那天活动不是有直播嘛，他们就会说自己快上场的时候，他把直播转到了10几个听友群里。我会觉得那天在人群中，一方面觉得很自豪，一方面有一点点抽离吧。当外部的繁华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你内心的荒芜就会开始显现。有很多主播他还印了自己节目的精美的名片，然后发给其他人推荐自己的节目，还有人印了一些可爱的贴纸，还有人穿着印有自己节目名字的衣服，反正大家都很落落大方的感觉吧。我甚至不好意思推荐我的节目。那天财经主播他说，你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完之后他说，我回去听一下。然后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说别听。
那一幕就是宣布奖项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名字在大屏幕上出现，那个屏幕是一个蜿蜒的弧度的屏幕，然后我就在舞台的右边拿上奖牌，然后走上台，就这么短短的10几秒钟吧，我甚至会想象台下的人，就是不认识我的人会说，哎，这是谁呀？怎么名字这么奇怪呀？哪有人叫谭丽人呢？哪有人的节目叫谭丽人呢？不认识我的人会想什么呀？会想说这个人到底是，就是有很多这种过往的我所带来的一些杂念，仍然在这一刻不受控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就一直在跟自己拔河，就说别想，别想，别想，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一刻，把我的念头转移回来，专注在这一刻。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舞台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地毯，然后所以踩上去是一种融融的感觉。走到舞台定点，主持人是齐思君，他站在离我大概1-2米的位置，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说，认不认识我无所谓了，这一刻舞台是属于我的。我快速的收拾好自己的心情，然后露出了微笑。几秒钟吧，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了别人，只有我。我就感受那个聚光灯打在我脸上的感觉，温温的，暖暖的，好喜欢这种感觉哦。这就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变成了现实。我以前很大的困扰或者是很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在人生的很大一段低谷时期里，我都会问自己说，是不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以前也出过书，也当过博主，也在某一个层面上我觉得取得过一些成绩，所以在后来一段比较沉寂的时光，比较低潮的时期，我经常想是不是这辈子就是这样了。但是那天走上领奖台，我发现我走到了一个新的舞台，然后是有一点诚惶诚恐，因为年度趋势内容，趋势这2个字是我没有想过的，因为趋势是一个非常容易过去的一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必然会过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是跟趋势、跟流行、跟潮流都有一定距离的人。我在上海，我都不敢去潮人爱去的地方，我都不敢去。就我经常刷到别人街拍，有很多摄影师会潜伏在一些潮人聚集的地方，那些地方我都不敢去。另外一方面，虽然内心的不配得感偶尔会涌现，但是我不得不说，熬过了前几年的低潮之后，我最近有一种新的感受，尤其是在今年的开年，我感受到了一股气，这股气就跟趋势这2个字很像，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就算你想退缩，就算你害怕，就算你恐惧，命运都要在这个时候推你一把的感觉。所以我最近就是反复的在自卑和自大中横跳啊。上一秒钟觉得哎呀我好不配啊，下一秒就会觉得说天哪，今年要走大运了。然后有时候刷到各种视频也是说马年对我的运势特别好，然后金牛座在2026年的运势也特别好，然后我的五行又是甲木，又是运气也特别好。我们的播客节目其实增长也是挺快的，就是客观来说我也才做1年多一点，然后包括我买的基金最近也在涨，就是到底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谁也不知道，你只能走着走着看。但我觉得今年开年，因为这些事情是新年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吧。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有一些不配得感，然后有时候一边做着事一边又会产生怀疑，内心产生评判的人，我想把这一段话送给你。在我去参加大赏活动的前一晚，我就非常的紧张嘛，然后我又找不到人倾诉，我就跟 AI 聊天，我就跟他说我的内心的恐惧，跟他说明明是受到认可，但是我仍然会心有害怕，是什么原因？他就回答我说，那个场合仿佛一个巨大的聚光灯，把你所有的自我怀疑都照亮了。它的核心逻辑是一个诡异的悖论，别人认可我是因为他们被我的表象欺骗了，而我了解真实的自己，那个充满瑕疵和侥幸的自己，所以我知道我不配。冒充者综合症这种感觉，或许恰恰是你已经成功的拓宽了世界的最确凿的证明，它证明你跳出了舒适区。
你站在了一个你潜意识里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新地图上。你的旧有的认知认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作者，然后你所处的新位置，一个获奖者，这两者之间产生了时差，这种不适感是成长最真实的伴生体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AI 太伟大了，语言的宽阔也能稀释痛苦。然后还有一段我在网上看到的话，我也想送给有点自卑、有点配得感低的人。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永远别在任何场合露出自卑的模样，任何你能进入的场所都在告诉你你有资格。所谓的我不配，其实是你给自己上的精神枷锁。真正的高不可攀，连门缝都不会让你看见。既然你站在了这里，就已经证明了你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把头抬起来，大大方方的去发光。所以这一些话也激励了我。那个场所不管它多么的星光熠熠，它有多少的名人，它邀请了你，就说明你有资格，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接下来我想来讲一讲第二种扩容，就是精神上的扩容。其实这一点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人生的支点越多，你的内核就越稳。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建筑，就算一个支点塌陷了，其他支点也会牢牢地把你拖住。应试教育滋生优绩主义，优绩主义批量地培养空心人。我曾经就是一个空心人。17岁之前我在老家生活，其实回头看生活非常的枯燥，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课堂里度过的。我记得初中高中我们基本上是早上7点10分到学校上早自习，晚上10点半晚自习下课，中间非常短的时间休息。睡眠其实也是不够的，整天其实你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就是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去那个地方报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人生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解法，我也没有选项。每一天推动我走出家门，推动我度过那一天的，从来都不是我内心的热爱或者是憧憬，我甚至根本就感受不到内心的热爱。我觉得日复一日，我的内心是麻木的。我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去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需要去想这个意义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呀，你就这样做就好了呀。推动着我的甚至不是热爱，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行尸走肉般的麻木，就好像这就是你每天的日程表，我也不知道是谁帮我写定的。后来我读到一些文章，就有一些哲学家或者是社会学者谈到优绩主义的时候，他经常会提醒我们说，当一个环境只崇拜赢，那很多人就会把自我的价值绑定在结果上，结果一旦不理想，人就会迅速的坍塌。你会以为你在追求的是卓越，其实你在追求的是一种被允许存在的感觉。所以以前班里成绩不好的学生就会被老师放弃啊，老师也会说因为人多呀，他不可能就是照顾每一个人啊。这个说辞是多么的熟悉，但是这其实正是一种优绩主义的选拔。为什么有一些规则是为某一些人制定的？为什么有一些规则是服务于某一些人的？那必然大家都会想要去成为那样的某一些人，然后竞争也好，内卷也好，大量的人渴望向上流动也好，就会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出现。所以精神扩容的第一步往往是一个很温柔也很残酷的醒悟，就是别人的认可是最不稳定的支点。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别人的认可是最廉价的枷锁，而自我接纳是最低成本的自由。我非常的赞同，因为认可会变，标准会变，环境会变。你如果把自己挂在外界的风向标上，挂在外界的期待里，你会永远都是提心吊胆的，你的内心会飘忽不定。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在精神上就小得可怜，它的全部的疆域就是成绩怎么样和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任何一次考试的失利，排名的掉落，任何一句负面的评价，甚至是老师又要叫家长了，就足以让我的整个世界地震。现在觉得很可笑，可是那个时候真的老师一说要叫家长，你就觉得完蛋了。你想当时的环境里，父母和老师就是你生活里最大的权威，如果他们都讨厌你的时候，他们都批评你的时候，人是不可能会说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你们怎么说我还是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单一的脆弱的支点结构其实非常的普遍，就别说年纪比较小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在上学的人，
我最近见到过一个坍塌模型，就是我妈。我妈前几年刚刚退休，刚退休的时候，她就是前一个月吧，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就非常的开心，每天去打麻将。但是一个月不到，她就开始陷入深深的焦虑。她觉得每天打麻将好浪费生命啊，她觉得每天玩也不是办法。以前事业是她非常大的支点嘛，那退休了，她的世界就要寻找另外一个支点啊。于是焦虑的她找到另外一根柱子，想要支撑她自己，就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家庭。那当然，我爸也退休了，他没什么好鞭策我爸去做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就投向了我，催婚催育，幻想带孙子的天伦之乐，就成了他那一根想象中的新支柱。那一段时间是我们的关系的最低点，也是我自我怀疑的一个高峰的时期。他的焦虑也碰撞上了我的焦虑，然后迸发出了更大的焦虑。他那几天要么就是跟我吵架，软的来玩来硬的，要么就是苦口婆心的跟我说，人呐，还是得有个孩子。我记得有一次他站在我的房间门口，然后露出那种非常为难的表情。我知道他也做过很多思想挣扎，他知道我也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是他觉得他还是有义务要讲。其实我能理解，我也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是离开了老家，我离开了一个没有人说闲话的地方，我远走高飞了，但是我把他们留在了这里。可是我也不觉得我生一个小孩把他们的嘴堵住，这就是一个解决办法。我那天就是非常的愤怒，因为我看到了他的焦虑，我也看到了他的委屈，但是我也看到了他的无能为力和我的无能为力，就是这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冲击到了一起。然后我也就是那天在房间大吼，我说你的痛苦是我造成的吗？就是我深刻的看到了他的痛苦，但是我无能为力。可是他又觉得他痛苦的解药是在我这里，他觉得这是一个解法，可是我觉得这不是痛苦的解法，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一种支点焦虑。所以我当时我就这样子说了。但是我觉得在那段时间，那也是我妈她自己自我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些支点全部落空的时候，她必须去寻找她生命中新的支点。直到后来她去老年大学上课，然后去学打鼓，然后去学走模特步，然后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他们冬天会去广东过年，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冬天挺冷的嘛，然后他们就在广东阳江的一个小渔村里买了一个小公寓，然后那个公寓看出去就是一片大海。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小城市，也是个小城市，但是气候冬天会比我们老家好，这也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地理上的扩容，就是他们走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们认识了新的朋友，没有人再去问他们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甚至有个儿子，所有人的交往都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然后他又去到了更大的地方，我妈她现在都会说，哎，以前觉得身边的人的小孩都在自己身边，只有你在外地，而且还在外国，所以他会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然后身边的人也会一直跟他说，哎呀，小孩还是要留在身边才有福啊什么的。然后直到他去了那一边，交到了新的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很多人的子女都在外地耶，他就跟我说谁谁谁的儿子啊，也在美国呀，也在澳洲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玩在一起去。他是变得真的快乐了，我会看见他在他的人生图纸上画上了兴趣爱好、社交、健康、新的生活的城市啊等等，这些支点重新把他支撑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又重新的松弛下来了，他也不再那样子紧盯着我了。他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就是他对待我更宽容了，他也知道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有唯一的解法，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的变好了。他的故事和我自己的感受就让我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永远都不要把你人生的重点挂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某一件事上，而是你要自己动手，在你生命的土地上打下更多属于自己的桩。所以我们很多人的痛苦，它恰恰是来自于一种单点生活，把全部的意义都压在工作上，压在一段关系上，压在某种认可上，压在一个数据上。于是一旦那个点波动，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是晃得不行。所以精神上的扩容，它最核心的动作不是去想什么大道理，也不是去期待你身边的人去做一些变化，而是去做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就是把你人生从单点变成一个结构。
我觉得人一定要热爱些什么才能留存在这个世界，热爱也是支撑起我生命很重要的支点。热爱不一定是伟大的志业，它可以是很具体的生命来源，比如说散步、看展览、阅读、运动、写作、做饭、摄影、养养花花草草、植物、听音乐，和几个你真心喜欢的人相处。当你拥有了热爱，你的生活就会出现更多非功利的时刻，这些时刻就会像小小的支点，在你任何可能崩塌的时候拖住你。我很喜欢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而我的精神需要的是山川、河流、自由、独处。我怎么可以一生的忙碌，只是喂养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而从未珍惜那与我相伴至死的灵魂？所以我想说，朋友们，去正视生命中的热爱，因为热爱是向导，它可以带你找到真正触动你灵魂的事情。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它的大意是说，一个人想要心境上长期的稳定感，通常离不开3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被满足。第一种是自主感，我能选择，我能做主。第二种是胜任感，我能把事情做好，我在进步。第三种是连接感，我与人有连接，我不是孤岛。你会发现支点多的人往往在这3件事上更平衡。当你有你的事业支点，也有你的兴趣支点，你有你的社交支点，也有你的独处支点，你有你的理性支点，也有你的感受支点，这些支点彼此独立又相互滋养，正是这些支点牢牢地撑住了你生而为人的你。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怎样的风暴来袭，可能是工作的变故，或者是关系的破裂，或者是什么突发的情况发生，你都不可能会全线的崩溃，因为你知道，就算是有一个支点暂时的受损，你还有其他的支点，他们会牢牢的支撑着你，你不会坠落，你只是需要时间去修复。你从一座孤悬的危险的灯塔变成了一片错落有致能够自我更新的园林。这就是精神扩容带给我们的自由，一种我的人生有多种写法的底气。你不再被任何一种单一的身份、任何一段关系、任何一份成就所定义，你是一个丰富的集合，一个由你自己亲手建造的辽阔的内心的王国。所以精神扩容的第2步是学会回答一个问题：我究竟为什么而活？我愿意为哪些东西付出？比如说，我可能会回答：我愿意为创作、为审美、为自由、为知识、为关系的质量、为身体的健康、为更诚实的自我而活。而当你有了这些答案，你的生活就不再只剩下输赢、内卷、竞争等等的，它会出现更丰富的坐标系。所以我觉得这是精神扩容最关键的一个心法，就是让人生从单点变成结构。如果你愿意，我建议你可以认真的去做一次你的人生支点盘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给自己做一次精神体检。我建议你可以在纸上写下这6个类别，然后每一个去分别写1到3个具体的你的生活的支点。第一个是身体，比如说睡眠、运动、饮食，然后规律的生活方式。第2点是关系，能够互相拖住的人，不求多，你可以盘点一下你生命中真正这样的人存在是谁，有多少个。第3个是作品与能力，你的输出能力其实会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笃定感，就是你知道你能给别人创造价值。在你的工作里，你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者是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完成了一个什么作品，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作品和能力。第4点是场域与社群，它包括你所在的平台、圈层、环境。第5点是意义与信念，你相信什么？你为什么而活？这个虽然很大，但是我觉得挺值得去思考的。第6点是审美与感知，是什么东西在物质生活之外让你有生命力的事物，比如说旅行、艺术、阅读、音乐。然后写完之后，你可以再问自己3个问题：我现在最依赖的支点是哪一个？哪一个支点过载了？我接下来最需要补的最小支点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去看自己的生命的蓝图。我的建议是说，忘掉你要去建造一个王国这件事情，而是去先找到一块你喜欢的砖，
然后把一块块的砖垒起来，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一个属于你的王国就已经建立了。可以问自己，如果完全去抛开这件事情有没有用，别人怎么看，什么事情它会让你就是微微的心跳加快，带给你兴奋感，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可以成为你生命支点的事情。它可能是临摹一幅画，可能是研究咖啡豆，然后可能是跟着视频学一个魔术，它不需要非常的大，你可能每周只要投入1-2个小时，把它当成一个不能被其他内容侵占的一个约会，那么这个最小的支点它就会非常的纯粹，因为它完全源于你的喜爱。然后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也许当你出于纯粹的热爱而竖起了一根小小的支柱，它会自动的吸引来更多的东西，比如说相关的知识、同好的朋友、新的灵感。一个基于热爱的支点具有自我生长的生命力，它不是你填满人生的工具，它是你人生意义的种子。我最开始做播客也真的就是想做、喜欢做而已。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一根小小的柱子慢慢的立起来，它会吸引更多的东西。我在表达的过程里，我也治愈，我也学习，我也反思，我也思考。很多的东西你以为你是给出去，但其实它会反哺于你，然后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认识新的朋友，去到新的环境。你看我认识了这么多创作者，我去了播客大赏，对吧？有一天回头看，你就会发现路越走越宽的过程，而在你出发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设想到这一切都没有关系，这就是生命的礼物。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从那个渴望被看见、想要证明什么的起点出发，走过地理上陌生的街道和天际线，然后走进精神上的自我怀疑与重建的深水区。最后我们就学会了这样一砖一瓦的为自己持续扩建这座内心的城池。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回头看，我们终究走到了哪里啊？我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无止境的更大、更好、更雄壮，那会沦为一种新的焦虑。我们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比例尺的自由。小时候我们用手掌丈量蚂蚁，长大后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世界变大了，但是丈量世界的尺始终握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世界越大，事就越小的真正魔力不在于世界本身，而在于你获得了随时随地缩放这幅人生地图的能力。当你再有一天被困在情绪的死胡同里，当你再有一天发觉自己身处人生的低谷时，你都知道你可以立刻调出我们刚才说的宇宙视角，想一想卡尔萨根所说的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你就可以让自己更放松一点。你的烦恼会在浩瀚的参照系里瞬间找到它真实的微小的位置，这就是一种你没有预期到的一种认知上的升维。然后当你有一天再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是他人的评价而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回到你众多的支点网络，触碰你的热爱，见见你的朋友，读几页能安抚你的书。你早就不再是一座孤岛，你是一座有庭院、有回廊、有密室、有瞭望台的复合建筑。风雨可以穿过回廊，却很难撼动你的地基。我很喜欢作者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从旅行中获得的乐趣，或许更多的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我觉得在旅行之外，其实我们所有的地理的迁徙、精神的探索、心法的练习，最终都是为了修炼一种广阔的心境。拥有这种心境的人，哪怕身在斗室，他的精神也能在旷野上狂奔。而缺乏这种心境的人，即使人在环游世界，他的灵魂可能仍然困在最初的那个狭隘的房间里。最后的最后，愿你的世界辽阔如星空，愿你的内心安稳如大地。在这辽阔与安稳之间，愿你活得自由而具体。好啦，我是谭立人，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